中国明星在海外到底谁最火？今天咱们不争不吵，直接上数据。从时尚商业价值、专业榜单认可、社交媒体表现以及全球观众票选4个维度，看看2026年中国明星在海外的真实表现，到底谁在各自赛道上真正领跑。先说时尚商业价值 ，EMV 全称媒体互动价值，是目前国际时尚行业衡量明星商业影响力的硬指标。它不是粉丝自嗨的数据，而是品牌真金白银投入之后，由第三方机构计算出的实际回报率。在2026年秋冬4大时装周期间，国际权威时尚数据机构 Lefty 发布的 EMV 全球总榜上，前3名竟然被中国艺人包揽。肖战以1240万美元断层第一，比第2名高出1倍还多。作为 Gucci 和 Tod's 的双奢全球代言人，他1天内连看2场大秀，直接让 Gucci 的 EMV 同比增长 127%，Boss 增长 109%。紧随其后的是王一博，创造了540万美元的 EMV， 其中巴黎站在中国艺人中排名第一。短短4天时间，他以罗意威全球代言人、Lacoste 全球代言人以及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3重身份，连续亮相3场大秀。一个人同时承载3个顶级品牌的期待，还能让每一家都满意，本身就是一种硬实力。第3名则是2005年出生的苏星浩，以450万美元 EMV 成绩，成为唯一进入全球前10的00后艺人。3个名字、3个年龄段、3种风格，共同构成了中国艺人在全球时尚版图上的强势存在。如果说 EMV 是品牌用钱投票，那么 Google Trends 则能看出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众对明星们的真正关注程度。单从这2张 Google Trends 全球搜索趋势图来看，今年海外市场最大的变化其实只有一句话：竹玉的海外大火让张凌赫完成了王嘉尔、肖战、王一博时代的第一次真正冲击，而田曦薇则成为最大的黑马，也挤进了赵露思、白鹿的第一梯队。2020年至2025年，海外搜索男星方面基本是王嘉尔、肖战、王一博3足鼎立。王嘉尔依靠音乐和海外活动长期稳定输出，肖战和王一博则凭借陈情令时代积累的国际粉丝基础，一直占据着中国明星海外搜索的第一梯队。但到了2026年，这个格局第一次被真正打破。张凌赫以平均热度44，几乎断层领先所有人。从3月开始，他的搜索指数突然暴涨，并在3、4月连续达到100的峰值，远远拉开了与其他人的差距。毫无疑问，这一轮爆发来自于和田曦薇主演的《竹玉》。虽然这部剧在国内一直伴随着不少争议和质疑，甚至一度陷入手搓热度的讨论，但从海外数据来看，《竹玉》无疑是成功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凌赫的热度并非一波流，在高峰结束后，他依然维持着40左右的高位，这意味着大量新增观众成功沉淀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张凌赫已经完成了从古偶男神到国际市场新顶流的升级。刘宇宁的海外热度也是不容小觑，自从去年折腰海外大火后，他的热度也是直逼王嘉尔、肖战、王一博3人组。所以目前2026年的男星海外第一梯队则变成了5人组。而女明星这边，虽然田曦薇第一次进入前3，但却依然没有打破赵露思、白鹿的双足鼎立趋势。比起过去靠粉丝支撑的稳定流量，2026年的海外市场似乎正在回归一个更简单的逻辑：谁有现象级作品，谁就拥有最大的搜索权。另一方面，首尔电视剧大赏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。2026年亚洲明星奖中国区投票开启后，首日 Top 10的格局就很说明问题。张凌赫以 24% 的得票率断层第一，侯明昊 17% 排名第2，赵露思以 10% 位列第3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凌赫和赵露思同时获得国际单元视帝视后的提名，这属于专业入围，而非单纯的人气投票，含金量自然更高。再来说社交媒体，这也是最直观的维度。Instagram 方面，截至2026年，赵露思粉丝突破600万，稳坐内娱女星第一。3条动态点赞超过271万，累计31条帖子点赞破100万，这已经不是偶尔爆一次，而是持续稳定输出的顶级流量。男星方面，张凌赫堪称异军突起，粉丝数突破500万，近14条动态全部实现100万赞，最高单条达到160万。在内娱明星 ins 100万赞动态总榜中，张
张凌赫以16条高居第一。对于他这个阶段的演员来说，这个数据相当惊人。陈哲远则是另一种爆发模式，因粉丝从零增长到361万，年度涨粉断层第一。开通账号当天暴涨125万粉丝，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。TikTok 方面，赵露思相关话题总播放量已经达到120亿次，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天有超过3000万次关于她的内容被观看。放在任何市场，这都是头部级别的数据。最后再来看全球观众票选这个最硬核的维度。截止2026年6月，近2年 IMDB 平台评分人数最多且评分最高的3部电视剧，分别是张凌赫的《逐玉》、肖战的《藏海传》、刘宇宁的《折腰》。肖战的国际知名度一直很顶，但张凌赫、刘宇宁的确是因为这2部剧晋升海外热度第一梯队，这也正好对应了他们近2年的国际热度。另一个我个人觉得有参考价值的一个的活动是2026年2月欧洲世界电影节全球观众最喜爱演员奖揭晓。这个奖项采用实名投票，1欧元1票，限制海外 IP， 还需要绑定境外银行卡，基本杜绝了国内粉丝大规模刷票的可能。因此票数更能代表海外观众实打实的认可。最终结果很有意思，于是登顶全球男演员第一，获得69568票，王一博位列第3，肖战排名第5，赵丽颖则位列全球第6，也是前10中唯一的亚洲女演员。于是的崛起几乎全靠作品说话。封神系列借助奈飞等流媒体全球发行，在欧洲和拉美市场掀起了第2轮观看热潮，让它成功打开国际市场。赵丽颖则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她靠的不是一部剧突然爆红，而是多年稳定输出。知否、风吹半夏等作品风格各异，但共同点都是扎实的剧本和极具代入感的表演。这种靠作品积累形成的影响力，往往比短期流量更持久。那其实看下来啊，因为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差异，内娱那么多拿奖无数的主流作品几乎无法风靡海外，反而是他们不太认可的偶像剧成了海外文化输出的急先锋，同时也带动了这些偶像演员的国际商业价值。